现在我们身边的私家车呀，数量是越来越多了。国家规定啊，买车就得上保险。那么上保险呢，不仅是使事故责任人呢，他的损失能降低一点，同时呢，也能对这个受害人呢负一定的责任。这本来是个双赢的好事儿，可是有的人呢，在这里边打起了歪主意。他通过骗保的手段呢，把车险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摇钱树。据相关部门统计啊，说现在这个车辆保险每理赔100块钱里头，就都有15块钱是被这些人通过骗保方式给弄走了。所以说，现在骗保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在最近这几年的媒体报道当中啊，有关骗保的恶性案件可以说逐年在增多，手段越来越隐蔽，数额越来越大，而性质越来越恶劣。咱们下面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这几年全国发生的比较恶劣的骗保事件都有哪些。2013年4月，深圳警方侦破了一起历年来涉案金额最大、案件数量最多的保险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先后买来2辆小轿车，频繁故意撞车，而车辆肇事后，他并不维修车辆，而是通过多开维修发票来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赔偿金。之后，犯罪嫌疑人再利用手喷漆、写卡通图片等方式不断掩盖车辆破损处，再继续撞车。从2008年11月到2013年4月，犯罪嫌疑人涉嫌涉及保险诈骗案件达到334宗，总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无独有偶，2012年，北京警方在海淀区也查获了一起重大骗保案，骗保金额高达近1000万人民币。据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他们组成了一条骗保产业链，先是由车主提供汽车，再由汽修厂的工人制造假事故。在这个团伙的办公地点，警方起获了涉案公章45枚，身份证67个，银行卡760张。此案涉案人员多达19人。2013年8月22日，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破获的骗保案更为离奇。作案团伙不惜斥资500多万元，买下4部宝马、3部奔驰，专门用来骗保。7辆豪车撞了修，修了撞，骗保金额达200多万元。其实这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大的骗保，尤其是从车险当中骗保啊，应该说在90年代就有。当时的手法比较简单，无非就是这个车上原来这个划痕不是很重，他把它弄得重点，然后那个把保险费骗了之后呢，简单再修一修。那么一开始这个骗保，它就是由汽车修理厂单方面琢磨的，它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把原有的这个划痕，就是汽车这个损伤把它扩大，然后呢通过这个保险公司定损之后呢，把保险费骗来，然后修理过程当中用不了这些钱，结余的钱他自己都落下了。那个时候这个过程是瞒着车主的，车主不知道，都是这个汽车修理厂他自己一方主导的。整个的流程呢其实挺简单，比方说这个车主把车送来了，说你看我这块有划痕，你给我修修吧。好，那留下吧，那个我们给你再联系相关保险公司什么的。就这么的，车主按规定呢，把身份证啊或者复印件，再一个什么其他的理赔手续给他留下了，然后汽车修补厂给他办这事儿，然后就拿着车主的身份证去办个存折，然后呢把这车呢开到外头去呢，制造假现场，就故意再把这地方划得狠点，或者说损失再大点，然后呢让保险公司来定损来，定损之后，给理赔这些整个手续。把钱呢通过理赔手续和这个存折拿过去，这个保险费就打到这个存折里边，他就把钱落下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套程序，后来呢发展到呢，我通过这个过程当中换件，比方说这奔驰车，就是车上有个划痕，他不在划痕上做文章，奔驰车前面这个灯，他把这个灯给摘下来，这奔驰一个灯我们知道大概得1万多块钱吧，
然后他换上一个奔驰的一模一样的旧的灯，这灯可能也就值一两千块钱、2000块钱。换上之后呢，他开着车出去，一下子直接把那大灯彻底放碎了。然后保险公司来看赔呀，这灯1万多块钱。好，他回来之后呢，把那划痕给你修补好了，然后呢，这灯把你原来那个灯换上，这差价是1万多块钱保险费，他不就干剩下了吗？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汽车修理厂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骗保。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呢，有的精明的车主发现呢，这里有账算，知道保险公司啊给赔钱或者如何，汽车修理厂赚这么多，凭啥这就你干呢？有一些很精明、很狡猾、贪便宜的车主开始参与和汽车修理厂共同造假。你比方说，有的这个车险规定啊，比方说500块钱以下的不赔，还有的车主呢，车上有点划痕，但是想借机会把轮胎换了，还有的是酒后驾车，有的没驾驶本，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车辆损坏了吧，也没法赔。这时候车主会考虑和这个汽车修理厂之间狼狈为奸。你比方我车开到这儿了，给你了，我告诉你，我这是想把这轮胎换了，你把这交到你手，然后我这边呢，什么公章啊，什么理赔手续、身份证我都给你，然后这由这个汽车修理厂找个职业撞车手出去，给你把这块弄大了，理赔过程当中的差价，你就能换个新轮胎。当然，人家汽车修理厂不会白给你干，这里边也有他好处。所以这车主开始和这个汽车修理厂俩人挂钩，然后骗着保险。再接下来呢，甚至在保险公司都有卧底了，保险公司的定损员、理赔员都被他们买通了，里应外合，合伙骗保险公司。2007年9月，浙江一个特大骗保犯罪团伙被当地警方捣毁，犯罪嫌疑人涉及保险、机动车修理、汽车租赁、交警等多个和汽车保险理赔相关的环节。在该案中，汽车修理厂老板包凤成通过低价买进高档二手车，伪造交通事故进行骗保。然而在交通事故的保险索赔中，还需要2样关键的书证：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书和保险公司出具的定损报告单。那么这个诈骗案中用的交通事故责任书又是怎么来的呢？2000块钱叫小陆开的呢。小陆叫陆寿林，原是交警队的一名协警。他利用工作的便利，伪造了交通事故责任书，为骗保准备好关键的第一步。第二步就要由保险公司内部的定损员来完成了。录个定损单，按照他的那个是他设计好的思路，明明知道这个是犯罪，我当成不知道，就是这么有一种这种心理在里面。就这样，在汽修厂老板、协警和定损员的联手操作下，骗保俨然成了流水线，并炮制了多宗诈骗案件。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规模比较大的这种骗保案子，往往都存在着3方乃至多方勾结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这个骗保它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就相关的这个部门呢，侦破起来越来越难。你比方说他们都有这规律，就骗保的过程当中呢，一种呢是把这车呢拉出去撞到固定的，你比方说大树啊、什么墩子什么这上。还有一种呢，2辆车其实都是自己的，怕他俩撞到什么程度自己好把握，然后去报损的。就他的手段是越来越隐蔽了。还有一些技巧，你比方说这个经常拿宝马车和奇瑞啊和这个夏利撞，往往呢奇瑞夏利没撞咋地儿，宝马车倒撞够呛。为啥呢？你奇瑞夏利这个撞呢也赔不了多少，宝马一撞那赔可能就10-20万。他经常是呢在别的现场呢把这宝马呢弄坏了，然后搁拖车拖到现场和奇瑞之类的撞。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交警一看这个就知道这里有事儿，但是咱说实在的，想取证是很困难的。就是他这里头有一些比较高明的骗术。你比方说他这种骗保，大多数时候你一发生这种剐蹭了，你会发现责任非常清楚，一方100%责任，另一方一点责任没有。不是说这方逆行了就是压实现了，反正没有那方的责任。为啥呢？
责任明确的时候，双方可以简易快速处理，不用这个交警和保险公司到现场。你不用到现场，你就无从直接对现场一些毛病你进行勘查，所以这等于就规避了相关的监管。再一个，有的时候出现这些故意撞击的假场面骗保的时候，往往在晚上。为啥晚上你保险公司啊、交警谁来看不太清楚，好糊弄。而且在撞击过程当中有很多窍门。你比方说这个轿车撞，就愿意找这个小卡车、小货车撞，为啥呢？小卡车、小货车后头不安的保险杠吗？这车从后边撞上去，能直接把轿车那大灯给撞坏了。之前呢，正好那灯跟保险杠正碰上，怎么撞呢？你别出事儿，看前面有一个卡车、一个货车往前开，你等他到红灯了，他停了，你在他后头把撞上，这样不会发生太大的损害，还比较安全。所以咱们这话不绝对啊！你要在大街上看着哪个挺值钱的轿车在后边追尾撞上前面一个卡车或者货车了，这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故意制造这个撞击事件来骗保的。从我们这个接触的有些案件来讲，有一些就是专业的人，他往往就是想钻一些这个保险行业的有些空子，那么他就利用一些虚假的事故啊，或者是人身伤害来骗取保费。所以他们这里头有相当多的窍门来规避相关部门的一些检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说那危险呐，你这故意撞车，你把握不好再把人撞死呢？哎，正是由于这个很有技术含量，现在催生出来一个叫职业撞车手的行业，就专门为骗保，开着车我去替你撞去。当然，这行技术含量是很高的。你比方说有职业撞车手，人就说，像我现在要想把这个简单的活啊，比方把保险杠啊，把这个什么水箱啊、大灯撞坏了，这简单，我撞一次收你几百块钱。要复杂一点的，底盘什么都坏了，那可能就要贵一点。你比方说变速箱，假如这车来了，变速箱呢坏了，一修1万多，保险公司不赔，那怎么办呢？咱制造交通事故，变速箱弄坏了，保险公司不就赔了吗？怎么制造呢？得选一个高低适中的一个水泥墩子，然后这车就开过去，啪一撞，把变速箱撞坏了，然后车主车身整个还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他什么技巧呢？以中等速度，比方说60公里每小时撞上去。你要是如果太慢，变速箱撞不坏；你要太快了，啪，这车横过来或者腾空了，那就弄太假了。再一个，撞车这人有危险。当然，我这么说职业撞车手，他有的老司机水平比较高，干得了这个，也有些水平不是很高的。就即使水平高的，他也容易出现意外，因为你撞着车里头有时候啥安全气囊什么都没有，甚至就有这样职业撞车手裹着棉被去撞。就即使这样，有的撞出脑震荡的，有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有。而且呢，他们拿不到太多的钱，钱更多让这个车主啊和这个汽配厂老板给拿去了。所以这又催生个新的职业形态，叫职业撞车手。很有意思啊，这个职业撞车手呢，他只负责比方说把车弄到现场，撞完了他就赶紧撤。接下来呢，来职业顶包人，拿驾驶证，这车我撞的，我是司机。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职业撞车手这次撞了，交警来处理看是他，下次还是他，交警就怀疑了，你干嘛呢总撞车呀？而且每次你开的车都不一样，就为了避免他曝光，撞完他就赶紧走，然后马上有个职业顶包人来啊，我撞的，怎么着。这个完事之后呢，往往保险公司那或者汽车修配厂中间这块还有个职业理赔人来跟保险公司打交道，或者买通了保险公司里头的理赔人，或者买通了定损员来给定损来，按照他们的想象怎么弄。所以他已经形成了这么个一条龙。所以为什么现在骗保说100块钱里头有15块钱被骗了呢？就是由于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觉得保险公司这块的车辆保险是块肥肉。找个别的车，然后两车相撞，然后做个假现场，然后呢就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然后直接去定损。一般10多万的车在1万到2万左右吧，20多万以上的在如果走的比较大一点，大约在5万块钱左右吧。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那保险公司就看不出来吗？
这里头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一个呢，这个保险公司现在的一些定损员，他的业务能力有限，可能他一看这个划痕什么啥的，他看不出来这是造假，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还有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可能是假的，但是你拿不出证据来，你就得按照规定给人理赔。也就是说，他这里头有的汽车修配厂和职业撞车手，他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再一个，还有另外一些规则，就是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之间呢信息不对称，这个犯罪分子可能今天在这个保险公司保，明天在那个保险公司，而两个保险公司信息不联网。一般情况下，诈保不只限于两个公司，那咱们就把这些比较大点的有车险的公司呢，都联系一下，把咱们所掌握的车号和人名报给他。他其实要一查这车以前的保险记录，可能就会发现他怎么一年当中有好多次这事故呢？但是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不联网，这就容易信息不对称。有时候车主、保险公司、汽车修配厂三方信息都不对称，谁干啥谁都不知道，所以这也容易给最后的确定带来一定困难。还有一点很关键，有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知道你这是弄事儿的，一看这就假的，可是呢，这保费吧赔的也不多，他怕万一较真儿，再把哪个汽车修配厂或者哪个大客户给得罪了，行啊，我就认吃亏了，我知道你整事儿的，反正额度也不高，就这么认了。所以这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些事摞到一块儿，才最终决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骗保的情况如此猖獗。那么说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其实这里头的根子，除了我们说车主和汽车修配厂这些人黑心啊，琢磨在这上骗钱，这是犯罪现象，必须要打击。作为保险公司自己这一方，也要有一些相关措施。首先一个，你得提升你业务素质，就是咱保险公司有的定损员水平确实不高，刚入行，好多时候保险公司扩大规模呢，往往对员工培训不足。第二个，对保险公司里头得加强管理，有的出现内鬼了，你怎么能查？这非常关键。还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呢，对于保额比较高的这种骗保，他发现了，然后他也及时的呢，比方说找明白人问了，一看你这假的，保险公司说你如果这事你不跟我说清楚，咱们就报关经关嘛。一般来说，骗保的人一看到这时候他就撤了，他怕出事儿，行，我不理赔了。往往不理赔了，保险公司一看我也没什么损失，那拉倒算了吧，就过去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骗保这么猖獗。他一旦要骗成了，他收益非常高；他骗不成的话也没事，你也不去告我不啥的，我最多我这把没骗成，拉倒，我白撞了。所以他的违法成本非常低，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骗保的人如此猖獗。假如保险公司发现这里有疑点，然后一较真他就撤了，保险公司这时候不撒手的话，我去报案去，就有可能由此接二连三的把整个这个骗保的团伙就挖出来，这就把车险当中的蛀虫一下子给惩处了。所以说保险公司在这时候要较真儿，你如果不较真儿的话，这事从眼皮底下划过去了，很可能你损失在将来呢，会有更大的损失找上你。再有一点呢，咱们为什么有很多人能骗保？现在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规定啊不合理。咱们很多这个上车险的朋友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呢一到理赔时候特别难，有的保险公司背后偷着乐，觉得自己占了车主便宜了。随着中国汽车数量的逐渐增多，车险市场也随之发展，成为最重要的产险种类，已经占产险总量的70%左右。而同时，车险理赔难的现象也随之凸显。定损是保险公司与车主较容易发生纠纷的环节，中间差价主要是与部分零件保险公司认为维修即可，而 4S 店则认为这些零部件需要更换，导致定损赔偿金额不足以支付维修费用，客户往往要自掏腰包负担一部分维修费。所以说进行定损的时候，一般就是说能够压低价格尽量做压低。而且的话，现在就是说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在定损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这个副厂价格，然后进行定损。推销狂轰滥炸，理赔时手续繁复，这也是大多数车
都曾经遭遇的情况。而目前一些不尽合理的车险条款更为车主理赔造成不便，部分保险公司以免责条款为由，拒绝履行代位求偿责任，或者让车主去指定维修店维修。从法律上讲，这些规定并不合理，难以让投保人满意。其实啊，如果你的保险规定各方面不合理，你表面上你占了便宜了，如果很多人对你这个险种都不认可了，你将来也挣不着钱。而且你这里规定要不合理，不仅意味着你可能占车主便宜，同时也意味着车主和这个汽车修配厂可能利用你规定里的漏洞，反过来占你便宜。所以就是任何一个行业要想健康发展，你总想着我通过其他手段来占便宜不行，你还得要完善自己的规则，加强自己的管理，尽可能的把双方的利益都考虑进去，实现双赢，这样这个行业才能够长久。所以我说，保险公司加强自己的内功，加强自己的内部管理，加强自己对保险业的这种负责任态度，这恐怕是根治骗保的重中之重。而这个公安部门呢，我倒觉得这时候绝对不能对这种现象手软，抓住之后呢，不能就事论事。如果他背后有这个团伙的话，一定要给他挖出来，而且他有案底的话，争取每一个案子都要查，这样提高了骗保人违法成本。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更多一些黑心的车主和黑心的汽车修配厂知道这事不好玩也不好碰，这样他们才能自觉的归宿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说，骗保的问题要想整治，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的话题，它涉及车主、汽车修配厂、公安、警方、保险公司等等多方面，它不是一个方面促进好了，这事就能解决的。电梯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中国呢，也是世界上拥有电梯最多的国家。每天呢，在中国大概有240万部电梯在运转，每500多个中国人呢，都拥有一部电梯。可是，在最近1-2年呢，有关电梯的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其中有不少是夺命事故，一出事就是大事。似乎这电梯在悄无声息之间成了我们身边一个隐蔽的杀手。今年5月份呢，这个电梯夺命事故似乎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其中比较惨的一个，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了，就是今年5月15号在深圳罗湖区的长虹大厦发生的一起电梯事故。当时这个电梯呢运行到16楼，这里边走进去很多人，后来超载了，然后有2个人退出来了，这样电梯里边呢剩了14个人往下走。走到3楼的时候，这电梯正常停了，停是停了，这个门可没完全打开，开了一个大概50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空。结果电梯里边呢有一个实习女护士小王，就是24岁。这时候呢，他也没注意看这个电梯门，他光顾低头在那玩手机了。结果抬腿就迈出去了，他可以就是一半身里一半身外。就在这电梯门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电梯唰就往下沉，结果他上半身包括这个头部脖子这儿就被电梯上沿给卡住了，这电梯拖着他往下走了大概4米，等最后把他救出来的时候呢，人已经断气了，死了。所以这个事故当时很多人听了之后都心里头感到心有余悸。因为什么？你看咱们平常有时候讲鬼故事，这鬼故事要吓人怎么吓人？越是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你比方说楼梯了、卫生间了、镜子了，你就害怕。现在有不少鬼故事讲电梯的故事，你一听电梯，为什么？你生活太常见了。可是活生生的这样惨剧就在现实当中发生。当时据说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在坐电梯的时候心里都害怕了。那么有很多专家呢，这时候站出来，给公众解释这电梯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专家劝大家对电梯要有敬畏之心，就你得拿它当回事，敬畏它。说这个实习护士小王呢，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你在电梯里精力不集中，你看哪门子手机呢？你得盯紧了啊！这门打开，你万一要是这个下边万丈深渊呢，或者门打开了之后它不平衡，直接里出外进的，你不出事了吗？
他说的对不对呢？咱们坐电梯不是上战场，那还得眼睛瞪溜圆看吗？尤其是他说这句话，对电梯要有敬畏之心。那如果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用的公共设施，我们都像哎呀地震要来了啊什么的，要像防地震似的防这个，那咱生活还能安宁了吗？就像我以前说过食品安全问题，你说咱能必要天天带着显微镜，带着这什么质量的这个检测标准到菜市场买菜吗？你肯定做不到。所以这个事情你不能怨说这个护士就在这看手机没注意什么的。那你电梯作为公共设施，那么相关部门就有义务维护它的安全。咱每一次坐电梯都好像随时要发生重大事故似的，盯紧了，咱的生活还有什么安全性可言呢？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出了事故，咱首先要考虑电梯为什么会出了这故障？它是合格的产品，在正常运行期怎么会出这个事儿呢？本次深圳电梯事故中，物业管理处的电梯维保记录上显示，5月12日，伟达公司刚刚对电梯进行了例行保养。然而仅仅过去3天，竟然发生如此重大事故。经过初步调查，这部电梯已安装使用了近20年，属于老化和磨损比较严重的电梯。此外，维修人员在例行维护的时候，错误的用液体润滑油代替固体润滑油，导致制动失灵，最终酿成惨剧。其实啊，这个问题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的事儿。这几年咱们大家也看到了，好多媒体都报道了电梯，包括一些扶梯有关的一些事故。为什么会大量的出现电梯事故呢？一个重要问题啊，到时候了。什么叫到时候了呢？一部电梯正常的使用寿命呢，一般都是20年。如果呢，你使用过程当中呢，各方面维护啊，使用不当呢，也就15年左右。再加上过去的电梯质量标准不是很高，估摸着呢，全国绝大多数的电梯使用标准也就是15年、20年之间。那么你算算这个账就知道了。90年代的中期时候呢，中国房地产呢开始蓬勃发展，那个时候建的小区装电梯了。当时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高层小区都建了，当时30层的、20几层、10几层的非常常见了。那么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过了多少年呢？正好是15年以上、20年以下。也就是说，这1-2年正好是90年代那时候建的小区，它的电梯到了淘汰的时候了，该报废了，使用期限到了。但是我们看呢，现在国家呢对这个汽车报废出台标准了，包括家用电器，像电视什么都有标准，唯独这电梯报废这个，现在没有个强制性标准。就是90年代当时那些小区那些老电梯装的，现在还在晃晃悠悠运行的。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有这个体会，比方说到一个老的小区，你坐着电梯你就感觉嘎吱嘎吱嘎吱这叫香啊，坐着都是晃的，就已经几乎接近了寿命了。你想呀，或者是它已经该报废了，或者是接近报废了，就它不该运行了，你还让它运行。所以现在一个最关键问题，电梯老化的问题。有人说那电梯老化，那就换呗，把它换了呗。哎，这又是我下边说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换电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换电梯呢，首先一个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咱们你看买商品房的时候，那合同上都写着，其实就包括了里头有这个电梯使用费和维护基金什么的在里头。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一顺便的交了这些钱，电梯的使用费用，咱们可能很多人不觉得怎么地，因为房款是一笔巨大的数，里边交个电梯那点钱，可能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你感觉不出来。可是你住进之后，一般70年产权的房子，你想在70年时间以内，大约得换，咱们刚才说15年到20年嘛，大约得换30次电梯。那么到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一部中高档电梯呀，换一次一部大概得50万左右，连换呢带拆装这些是50万吧。那么假如说咱们这个小区，比方说这一栋楼大概30层，30层呢一层咱讲说6户，哎，那种塔楼，这就180户，180户呢30层，这个一般是3部电梯运行，换一次呢
3乘这个50万等于150万。你要各家摊钱的话，其中一户平均大概得摊8、9千块钱，将近1万块钱。那这个钱可不算是一个太小的数啊。很多家就琢磨我拿不拿这钱。就是你看你头一次搬进去的时候，跟房款一块交，你不感觉怎么回事，到后来一次一次换，这钱谁拿？这就是个事儿。现在电梯换电梯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还有的说，我记着买房说有啊，咱们有房屋维修资金呢，那怎么不使这个呢？这确实是个事儿。房屋维修资金也是在一开始收上来的，它沉淀在银行账户很难动。怎么难动？就是你要使用它特费劲。这个房屋维护资金呢是归建委管，但你电梯要换呢，首先得是呢物业公司打报告，你所在小区的物业打报告，然后质检部门呢来给你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呢，形成一个报告，向建委打报告，就说我们呢要换电梯了。那么换电梯呢，你以为这个步骤就完了吗？这3个部门对接是最简单程序，还有个复杂程序，得由这个小区2/3以上的业主签字公示啊，大家说换不换？同意了才换。因为有很多业主觉得干嘛呀？我们的维护资金在账上趴着呢，你要动本金换电梯，那可不行。咱不能用这利息来维护电梯就完了。有很多业主不愿意换，还有些业主你平常找都找不着他。一般是跟公共事务有关的事儿啊，咱都不爱管。你看业主开大会，很多家里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压根就不管。中国人经常关心家以下国以上的事儿，要不关心家以下柴米油盐呢，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啊，这家以下；要不关心国以上，钓鱼岛怎么不弄回来啊？这个阔叶岛怎么黄岩岛如何如何？关心这国以上的，所以国和家之间这块没多少人关心。所以这业主大会迟迟的2/3人，你想那签字签不出来。所以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里边，这个房屋维护资金呢，在账上趴着，根本就动用不了这程序能把它启动出来。所以现在出现这问题，就是真正老化的电梯想换非常困难。有人说那不换那就维修呗，做多次维修保养。维修现在是电梯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那么修这个电梯的费用，有很多时候呢要由业主来出，这让业主出，这费了劲了。为啥？住1楼的人说，我凭什么出啊？我又不使电梯，我在1楼，2楼、3楼的说，我凭什么出啊？我上下楼就几层锻炼身体了，我没坐过电梯。还有的4楼、5楼的出电梯费不愿意，那30楼的他得坐多长啊？那比我应该多花钱，凭什么我花一样的？哎呀，众口难调。这个事很多小区一收费就面临着诸多的麻烦。那么这一块其实我们以前呢在做节目时候曾经讨论过，就是这个费用怎么收。我倒觉得呢，从这1楼到30楼都该收，但是根据楼层不同呢，相应的收费用应该有差别。但是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规范化的标准出台。所以到现在为止，一个小区里头，如果一旦别的钱不够，想从业主这儿收维护电梯的费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造成物业公司呢手头就这么点钱，那好，我得维护电梯怎么办？我只能省钱。所以这造成物业公司呢手头就这么点钱，那好，我得维护电梯怎么办？我只能省钱。那我就指定某一家报价低的公司，比方说维护这电梯一部可能大概得600多块钱吧，他报价200-300就下来了。当然200-300你看它行业标准，质检部门来一检查，200-300的标准也都对。可是问题是在于呢，它每个环节它都省钱，每个环节都按最低标准来，那每个环节都踩着这边缘，你看着没事，可是所有这堆到一块，它都按最低标准执行，那整个系统就承担了巨大风险，一旦出事就不是小事。你看它这么便宜，首先是维护电梯的工人，你招那有证的工薪高，那就无证的培训2天，来吧，上岗吧。放润滑油该放固体润滑油的，我搁液体润滑油，这零件该换的凑凑合合使。他都这么糊弄，有的时候应该是专人维护这一代电梯，结果这一个人一天跑多少个小区，他能有多少精力能管这某一个单独老化的电梯呢？所以在维护这块现在是很大一个空白，就糊弄事的情况非常多。
有的电梯为了省钱呢，物业公司甚至1年都不到质检部门送检一次，往上贴个条，过检了什么的，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老化的电梯没有经过严格的检查，也没有经过妥善的维修。所以你看，换电梯资金是问题，维护电梯的钱也是问题。所以在这2个环节瞪着眼不能往前动，那么电梯老化情况就会一天接一天的严重下来，最后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这局面。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啊，这个电梯这个事情，如果再不整治，未来很可怕。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临界点了嘛，该报废的年头了，电梯老化的事不断会出现，你再维护跟不上，再不去换，你想多可怕？其实我琢磨，咱们很多朋友都是，你说电梯咱们一天使用率得多高？这真不是个小事。我是希望呢，无论是这个写字楼的业主，还是咱们小区的业主，大家把这事重视起来，然后跟物业公司呢多协商。你想着一旦它要出事就是大事，咱们不能有时候因为协商过程当中有一些这矛盾。你比方说有的时候跟物业公司在谈这事，谈崩了，是不管了，爱啥样啥样，意气用事。还有的时候呢，跟这个维护电梯的或者是修电梯之间报价不一致，也拉倒，你爱修不修，我不干了，这也不行，因为这不是小事，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我是提醒咱们收看咱们节目的业主，你一定要关心自己经常乘坐电梯它的安全。再有一点呢，有的质检部门说，那你看我们还能把它电梯封了，大伙儿这不是更有意见吗？在这都用不了了，我们压力多大？其实质检部门干啥就该把它封上。这电梯老化了，有危险，不能用了，封上。然后这样的话会倒逼着业主物业公司来主动解决这问题。你没有一方作为主要推力的话，这事迟迟得不到解决。人是有惰性的，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最后把这事就推黄了，等等灾祸就出来。所以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质检部门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个严格的态度，该封就封掉，然后倒逼这些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我刚才说了这个电梯老化的诸多的原因，实际其中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咱们呢作为电梯的使用者，不爱惜电梯，违规操作电梯，这个现象也非常严重。几乎我只要一提，你马上脑海里就会想到这些现象。首先一个呢，电梯超载。有人说超载，我们知道有的电梯嘚嘚就响，那就下去吧，没那么简单。很多小区的电梯呢，干什么事呢？用来运装修材料。这我估计咱们几乎每个观众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经历。一进到电梯里，嚯，这几袋水泥，这几袋瓷砖，各种建筑材料。为啥？楼上装修，他装修他不愿意多费事，总想一趟把这些东西都运上去，塞得满满登登的上去。你看那电梯合门的时候都费劲，然后晃悠上去，这个对电梯的损害非常大，很有可能使它承重啊、润滑呀、各个部件的运转都失灵。所以这个电梯超载拉这个建筑材料这个事儿，我是希望呢，咱们的观众朋友，你真有这需求，多费2趟事，降低一下这个危险系数，不挺好点事，为自己也为他人吗？把材料呢码齐一点，放到电梯中间，然后尽量别让它太超重，一点点上去，这是应该每个人呢文明素质该做到的。再一个呢，对这个电梯门，电梯最容易出事就这电梯门，因为门锁来回总开，容易出事故。可咱们有好多朋友呢，有几个毛病。第一个呢是呢，干等电梯不来，往死了摁的按钮。其实你摁一次够了，摁多了没用。一旦要把它摁失灵了，它就可能反常规的在某个层不该停的停了，该停的不停，容易出事。再一个，进到电梯里头，有的人对这个电梯啊，就态度非常粗暴。比方说呢，你明明你等人，你可以摁一下那个开门的钮，不对，非身体倚到电梯门那儿挡住，或者搁木棍，或者搁个什么其他这个固体给它隔住，然后这进到电梯里边，有的年轻人啊连蹦带跳的，其实这都非常危险。有可能你这电梯脆弱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你蹦到这一下，啪，电梯哪儿就断了，说不定。这可不是小事。所以前面那位专家说我们要敬畏电梯，这话过点，但是咱们每个人在电梯里头呢，最好还是消消停停、安安静静的。
这是交通运输过程，咱们安全是第一的。还有的人在电梯里边倚着门干什么的，反正不规范操作就多了。前面那位专家那个提醒对，就电梯门开了以后啊，看一眼，你在外边坐电梯的时候看一眼，你别他轿厢没上来，也不是没出过这样的事儿。你等电梯停了的时候，开的时候也得看看它错没错层，是不是平层稳稳当当停那儿了。所以这些生活当中的常识啊，往往都是为了消除生活当中的危险系数的。所以这些事情咱们千万要记住。另外，有的时候乘坐电梯的时候，它电源呢出现失灵的时候，咱这时候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楼层你都摁一遍，这样它电源一来，它在哪层该停，马上就停下来，你能迅速的脱离有故障的电梯。所以像这些忠告，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平常具备一下这样的常识。反正总而言之，今天呢，咱们说了电梯老化的原因，这里边提到了监管者，提到了维修者，提到了运营者，提到了使用者，就是这些方方面面都要共同关注这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如果咱们现在再不拿这当回事，前面我说了，电梯老化和换电梯出现这么大的困境，今后恐怕接二连三的会出现这样的事故。如果咱们不当回事，电梯夺命的事件肯定不会是到现在就拉倒。一旦你在电梯这里边出现重大事故，都不是小事。你说咱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么一种交通运输工具，成为掠夺我们生命的一个杀手，这可怕不可怕？同时，我们人力完全能够避免的出现这样的事，值得吗？所以我是呼吁，咱们全社会只要用得着电梯的时候，应该一起关注这个现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哎，你什么都不想出，能够呼吁一下，推动这个事往前走一走，这也是一件力量。